皇上，皇上，熹贵妃已经在里头候了半天了。传国君王在此等候，没有朕的宣召，不得入内。这。 皇上回来了。皇上为何这般看着臣妾？是什么时候的事？臣妾愚昧，不知皇上所指何事。 朕一直宠爱你，可是此时此刻，朕真恨你这张面孔。刚才有人给朕讲了一遍昭君的故事，是摩格。摩格特意来见朕，要朕许你和亲。他是什么时候看上你？ 臣妾乃天子嫔妃，怎可委身和亲？摩格实在荒谬。朕何尝不知道他荒谬？朕方才用你的话去堵他的嘴，可是他搬出了汉元帝的典故，以明妃昭君来比你，要朕割爱。你这张脸这么吸引朕，也能吸引旁人，朕就不应该让你见他。明妃出塞，乃是元帝毕生之痛。 臣妾是皇上的嫔妃，若真如此，那以后皇子与公主要如何抬得起头做人呢？他告诉朕，他不在乎这些，只要喜欢，他什么都能接受，何况是你。摩格若真因臣妾而起邪念，臣妾愿自毁如烟，保全颜面。 若仅仅是颜面，有何要紧？大清虽然以10亿依住准格尔一时，但难保他们找不到治疗10亿的方子。况且战事延绵至今，大清的元气大伤。朕问过户部，现下所有的粮草集于一处，也只能够大军3、5月之数。彼此僵持下去， 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摩哥明明白白地告诉朕，只要许你为准噶尔部王妃，再给他治疗10亿的方子，准噶尔的大军就会全部撤退。以后每年只要3000粮草，10万银两即可。从此再不与大清起烽烟。 臣妾明白了。臣妾身为贵妃，深得皇上宠爱多年，如今是报皇上恩德的时候。臣妾不敢爱惜一己之身，但凭皇上所愿。朕是一国之君，但凭你自己做主吧。臣妾不敢忘恩。熹贵妃娘娘三思，王爷不可如此。熹贵妃娘娘虽然是不惜一己之身，可只怕会陷皇兄于不义之地。哎呦，王爷，皇上尚未传召，您是不能进来的。苏培盛，果郡王的话没说完，他也难受。果郡王多虑了，本宫是自愿的，皇上并未强迫本宫。娘娘自然不愿意让皇兄为难，可是娘娘一旦和亲，皇兄便会如汉元帝一般，为后人耻笑。
但摩格如何应答？皇兄，熹贵妃为三子之母，位分尊荣。若以熹贵妃遣驾，来日公主和皇子若问起额娘的下落，皇兄该如何回答他们？况且，准格尔远隔千万里，日后皇兄再思念熹贵妃的话，恐怕也不得相见了。皇上钟爱贵妃，自不愿意娘娘终身平静胡尘。若准格尔真要和亲，皇上您何不另选才貌双全者嫁以摩格？这样既保全了娘娘，也给足了摩格的颜面。你知道，情之所钟是极难改变的。摩格既然敢要熹贵妃，必是志在必得。你以为能在遣嫁他人就能令摩格满意退却吗？这儿没你的事，你先下去吧。这旁人也好，熹贵妃也好，皆是牺牲女子保卫家园，有何分别？如果准格尔以此为例，年年要求大清所纳和亲，岂不使天下女子皆受荼毒？大清的颜面何在？臣弟以为不妥。是朕被蒙在鼓里，连摩格什么时候注意到熹贵妃，朕都懵懂不知，以致颜面尽失，进退两难。皇兄，咱不是打不过准格尔。你以为朕就能舍得熹贵妃吗？咱们不是不能打，是不能一直这样打下去。如今的情势，你以为我大清还有多少良将可用？汉家清史上最忌着是和亲。皇兄如果不嫌臣弟无用，臣弟愿领兵出关，不退准格尔，绝不还朝。你告诉朕，你这个请求是为了大清，还是？
间有外惹他人觊觎，实是祸水。朕便从摩哥之求，送他远离大清，许准格尔和亲。还请皇兄三思啊！朕意已决，不会再改。春日宴，绿酒一杯，歌一遍，再拜陈妃。1月，郎君千岁。2月，妾身长见。3月，如同梁少女，岁岁常相见。臣妾乃是废弃之身，今日能以笔帛之躯为皇上尽绵薄之恩，臣妾无可推诿。即便日后不能与皇上岁岁相见，也盼皇上万寿永康。你先下去。是。朕问：答允和亲后，你怎样打算？臣妾不肯被他人所辱，连累皇上亲怒。朕不是汉元帝，也不希望你做有去无回的昭君。即便老十七对你有什么不轨之心，朕也不会真生他的气。爱你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也难怪他们垂涎于你的美色。只是，不管旁人如何爱慕你的美色，你的心只能在朕这里。皇上昨夜就下旨说姐姐病重，还不许看望。征病不说，还不许探视。皇上如此，形同软禁。皇上如此，是意在和亲了。熹贵妃一旦被送出关外，皇上便会为熹贵妃发丧。从此以后，再无此人。这里是圆明园，一切都不方便。若17哥的消息准确，我们一定要先回王府，再从长计议。御驾这2日
王爷，你不要去。我心已决。王爷，皇上的疑心病那么重，你已经忍了他那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要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以身犯险呢？你知道的，无需多问。王爷，你就那么在意长姐，在意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他为了保全我，可以牺牲自己。我也是。他哪里是为了保全你，他是为了保全他自己。不和亲就只有死路一条，和亲或许还能活命。王爷，难道你还不知道长姐的脾气吗？当初他在得知你的死讯没多久，他就回宫了。你为什么还要为了他放弃你的平安尊荣呢？当年的事情彼此各有难处，不必再说了。我和环儿之间不用计较这么多。如果他有事，我一生都不会好过。王爷，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，这一次我求你，我拿我的命求你，你不要走。张姐她虽然是我的亲姐姐，她虽然有恩于我，但是你是我的夫君呐，又是这一辈子我唯一爱的男人。我宁愿为你去伤害任何人，也不愿意去伤害你。玉姨，我知道我一直都对不住你，可是我还是不能听你的。你以为你把长姐救出来以后，皇上就会饶过你们吗？你醒醒吧，王爷！从我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我保全不了我自己，我也要保全他。皇上，事情都安排好了。都安排好了。消息传出去，我郡王府一位熹贵妃已经被送去和亲了。好，谁都不知道，那喜轿里其实只放了一张医治10亿的药方。这个摩格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求娶熹贵妃，藐视天朝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也不会沉溺于男女私情。朕只说，给他一张医治10亿的药方，他便识趣了。可是摩格始终否认果郡王与熹贵妃有任何私情。摩格袒护熹贵妃之情，朕难道看不出来？最可气的是果郡王竟敢觊觎皇嫂，有不臣之心。你办事得力，朕知道。现在只看云里会不会为了熹贵妃出关去追。如果他出去追了，那就是千真万确觊觎朕的女人。熹贵妃那儿奴才会派人看着，绝不会走漏任何消息。好，摩格离京，你也吩咐下去，明日回宫吧。这。十七哥，你且放心去，这儿的一切，我和玉娆会先瞒着。瞒住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，到底连累了你。十七哥，你多保重。兄弟们！
追逐京城了。皇上静安，皇阿玛问安。起来吧，龙月长高了，过来，让皇阿玛看看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公主长大了，有心思了。嗨，她是前儿听说红叶和灵犀病了，嚷着要去看弟弟妹妹。谁知回来以后啊，就寝食难安，忧心忡忡。朕也去看过灵犀和鸿雁，他一说是因脾胃不和、神思忧郁所致。小小的人儿何来神思忧郁？定是身边的人服侍不周。朕责骂了他们的乳娘。鸿雁、灵犀许久不见额娘，想额娘想得辛苦。听说额娘近来重病不起，龙月一不能解弟妹思母之痛，二不能在额娘床前尽孝道，所以难过。静娘娘和其他额娘们都很疼爱你们。龙月知道，昨日龙月读孟子，孟子曰：“君子有三乐。而王天下不与存焉，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养不愧于天，辅不作于人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龙月愿做君子，孝顺好皇阿玛和额娘，照顾好弟妹。”皇上是否有烦心事？这2日一直都睡不好。没事，你睡吧。熹贵妃在碧桐书院养病，皇上一直挂念妹妹，就把熹妹妹从碧桐书院接回来吧。臣妾知道，皇上是很在意熹妹妹的。睡吧。皇上虽肯放娘娘回宫，但是17爷为娘娘出关的事情还未了，只怕皇上还是要责问娘娘。即便他放我入宫，你看这永寿宫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还在圆明园。即便我此刻死了，又有谁会知道？皇上必定还是想听娘娘言辞的，所以才吩咐明日去养心殿觐见。娘娘要早做打算才是啊。皇上，熹贵妃来了。臣妾病愈，特来向皇上请安。你这一病不要紧，
倒让果郡王以为你已经和亲，居然私自带兵出关。熹贵妃，她与你的情谊真是不浅呐。臣妾罪该万死，竟不知有此事。的确该死。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果郡王莽撞出关，为的是维护大清颜面，但追根寻由，此事因臣妾而起。臣妾愿领受皇上惩处责罚。朕当然要惩处你。臣妾静听天命。朕要惩处你的，并非仅仅这一件事，只是数罪并罚，倒让朕为难，该从何罚起？臣见你清瘦了不少，想必是在圆明园面壁思过。好了，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带熹贵妃回宫吧。这，去看看你的孩子们。你病了这些日子，他们都很想你。臣妾告退。额娘大安了。娘娘，娘娘，给你皇阿玛去请安。是。皇上，你用点杏仁茶润润喉吧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朕就这么原谅了熹贵妃，会不会骄纵了她？皇上，恕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，这件事不干熹贵妃的事儿啊。是云里的错。他觊觎皇妃，擅自出京，大逆不道。皇上，果郡王他不敢背逆皇上的。云里已经上奏，自称擅自领兵之罪，要求戍守边关，受封杀之苦自惩。果郡王不回来也好，省得让皇上看见了生气。你懂什么？朕若为此事罚他，反而受人闲话，让人揣测宫闱之事。他要请罪，朕偏要赏他。传旨，果郡王慎备了中军护国，封果郡王为果亲王，慎备了为慎郡王。果亲王驻守雁鸣关外，无诏，不得回京。遵旨。
人却不能长久相守。婉儿，此时此刻，我希望你平安喜乐的在这月光下。这些信都可靠吗？确认是亲笔吗？确实亲笔，是奴才给玉福晋请安的时候，从他妆台最底下的屉子里偷拿的。都在这里了。奴才怕被发觉，只敢拿了这些。果亲王如何？皇上，果亲王戍守雁鸣关3年，准噶尔秋毫无犯。王爷戍守边境，治军严明，与将士们同饮同寝，并不因亲王身份略生骄淫，将士爱戴，无一不服。他将妖美人心。臣猜想，或许王爷不想落人话柄。朕看了他的折子，说春风不度玉门关，急言边关苦寒，要朕体恤边境将士和百姓，重新设立户室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果亲王所言也有理，再有理也无需他多言。朕要他戍守边关，不是妄言政事。皇上万勿动气。太医嘱咐您吃的药，那药忌讳动怒。3年了，召他回京述职吧。这。玉。额娘，你看蜻蜓，红蜻蜓。灵犀，你看，这湖上的荷花都开了。为何湖畔中只有荷花，没有别的花呢？那是因为荷花的香味儿已足够轻移。
老十七，你给朕一句实话。被边塞的风吹了3年，你最挂念谁？额娘。皇兄，臣弟是个不孝的儿子。你敢擅自带兵离京，还会记得你的额娘？臣弟有孝心，皇兄也有。皇兄是明君，哼，自然不会因为臣弟之错而苛责额娘和玉隐。出去，都出去！老十七，你告诉朕一句实话。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？老十七，你告诉朕一句实话。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？等候娘娘，请娘娘即刻前往。知道了。皇上，熹贵妃到了。皇上万福金安。你来了。你先下去吧。这。看皇上满头大汗，从小皇阿玛就最疼爱老十七，若非群臣反对，此刻坐在朝堂御座上的就不是朕了。更何况诗书也好，骑射也罢，都是皇阿玛细心教导，
自然样样都胜过朕。如今朕又让他带兵，万一他要像敦亲王一样起了异心，朕不能不防他。皇上，果亲王不会。你又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他的心思？难道他有什么心思都会告诉你？朕早就知道，他对你别有心思。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揣度着，果亲王素来对皇上恭敬。再恭敬的人，手里有了权力，也会起异心。更何况，皇阿玛本就属意他做太子，难保他不对皇位有觊觎之心。皇家有手足之情，更有君臣之分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皇上，果亲王是您亲弟弟呀。当日，朕与皇额娘决定争皇位的时候，连老14都算上，朕早就忘了朕还有什么弟弟。这些年，朕厚待于他，已经是格外恩赏了。皇上三思，果亲王身负军功，并无过错。皇上若真要除他，恐怕反而损伤圣誉。你做事从来不叫朕失望，所以这次朕还是叫你去做这件事。朕是一定要除掉老17的，朕只是给你个机会，你用你的行动向朕表明你对他并无私心。一切朕都安排好了。他此刻在桐花台等着朕与他宴饮，你代替朕去，朕等你的好消息。容臣妾先去更衣。用不着去更衣。朕的嬛嬛永远是那么美。朕若是老17，也会心甘情愿地喝下你亲手调制的毒酒。小瞎子，送熹贵妃去桐花台。这。事成之后，鸿雁会是大清绝无异议的太子，因为他有一位深得朕信任又能干的额娘。贵妃娘娘一知道王爷回来，就立刻叫接了侧福晋和世子，好一家团聚呀。长姐也算对我们很好。哎，那是。贵妃娘娘自然是希望王爷和侧福晋夫妻和睦啊。她能这样做，也算是成全我了。元彻啊，你都3年没见到你阿玛了，待会儿见了记得要叫阿玛。嗯。儿子见了阿玛，自然是高兴的。但愿他还记得我们母子。走啦。嗯。
给皇上请安。王爷，是熹贵妃到了。啊，皇兄约我在此。皇上宿醉未醒，请熹贵妃先来相陪。皇上沐浴更衣后即到。那有劳熹贵妃了。王爷不必客气。这是皇上御赐的好酒，有劳娘娘陪坐。奴才先去请皇上。你看那窗上的图案，是否特别应景？这是合欢花的图案，这样的大红金色，
是不是很像婚庆时节呢？额娘喜欢合欢花。皇阿玛在见着桐花台时嘱咐：床上揭楼此花。合欢是温柔、长久的意思。你从前的宁辉堂，不也是遍种合欢吗？合心即欢，只可惜皇阿玛再钟情于额娘，也不能为她一人相守。我也做不到。我对不起静娴，对不起玉隐，更对不起你。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我懂得的。或许回到从前，我们都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。或许换一条路，我们都不会像今日这样困顿其中。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那一日去甘露寺宣读圣旨，迎你回宫。环儿，那是我毕生不可饶恕的错。云里，即便我心中的风一直吹向你，但我也必须逆风而行。世事错落皆是命中注定，我不会怨恨你。我毕生渴望得到的人，我得不到，却又辜负了2位无辜女子，的确不堪。这是在先帝与舒太妃昔年情深意重的地方，不要说这样的伤心话。可我怕再不说，会来不及。胡说，不是吗？每次见你，都是在河宫饮宴之时，连接近你都十分困难，哪里还能说这样的话？朝宴晚饮，人生数十年，便这么过去了。我永远来不及对你说。都是做阿玛的人了，说话还是这样没有机会。我只是怕再错过罢了。对不住了。我不愿听这样的话。那么我说，终身所愿，永结为好。琴瑟。
云里，云里，你怎么了？明明那杯毒酒是我的，你怀旧了是不是？毒酒分有毒无毒，宫中的伎俩，我不是不知道。皇上是什么样的人？他让你夜里独自前来，我就觉得异常。我在你去关窗的时候，他就被换了。花儿，我不愿让你为难。你把酒吐出来，把酒吐出来，我去找太医。云里，云里。从我认命去救你的那一日起，皇兄杀心一起，我早就逃不了了。花儿，这杯酒若真是你递给我的，也无妨。那是你选择了保护自己。花儿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能保护你了。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不，明明该死的人是我，若是我死，你总还是有条活路的呀。皇兄要我死，哪里还能活？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死，云里。红叶那孩子长得像你，你有你的孩子，你要好好的活着。不，你云凤一笔已是终身大错，我求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带我离宫，我不想在这里，我不想在这里，我求你带我走，你带我走。有你这句话，我此生无憾。花儿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妻子。我只能告诉你，红颜和灵犀都是你的。娘娘出来了。是什么人？奉皇上密诏，若是娘娘出来，便宣读圣旨；若是除了娘娘之外还有旁人出来，那么无论娘娘也好，谁也好，一律格杀勿论。本宫安然无恙，已经出来了。那国亲王保庇。请公公宣读圣旨。熹
贵妃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中宫失德，朕遥感六宫无主，故令熹贵妃暂领六宫之事，为同父后。钦此。娘娘，这可是前所未有之大喜呀！果亲王暴毙，事情已经了了，皇上安心。奴才也按照皇上的吩咐，准备将王爷密送到关外去，让外头都以为果亲王又回关外去了。对了，天气热，不宜耽搁太久。朕想起年幼时，额娘不得宠，皇阿玛也不喜欢朕。兄弟之中，唯有老13和老17和朕亲近些。正是如此，果亲王才罪不可恕。皇上忘了，奴才悄悄从果亲王府找到的那些信，全是果亲王夫妇的密语。他是罪该万死，可是朕不能不顾及兄弟之情。朕本想厚葬云里，把他的丧事在那边办得风风光光，但是为了保边界安定，还是不要张扬的好。皇上所言极是。熹贵妃不知是不是伤心惊惧过度，才会从那么高的台阶上摔下来。太医说膝盖受损严重，恐怕还要好些时日才能行走。伤心惊惧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娘娘病了多日，皇上一次都没来过。有什么要紧？他要做到的都已经做到了。
不能哭，不能哭啊！侧福晋，皇上允许宋明已是格外开恩了，皇上圣旨是不许见哭声的。皇上行不义不悌之事，自然不许人议论，连哭都不能出声。可千万说不得这种话，侧福晋，这是大不敬。大不敬？我这样的人还怕谁？时辰到，起灵。放下我！西南婆毗，阿弥陀毗迦兰帝，阿弥陀毗迦兰多，南无阿弥陀佛耶，多陀迦多耶，多地耶多，阿弥陀娑。娘娘，苏培盛求见。娘娘，怎么了？娘娘，你要节哀呀！玉福晋他随王爷去了。娘娘，娘娘，您保重。皇上感念玉福晋贞烈，下旨以福晋之礼，与王爷一同送出关外同葬。元彻呢？皇上说世子年幼，就交由慎郡王夫妇抚养。哎，王爷暴毙，皇上伤心过度，又要堵住悠悠之口，不许丧信外传，数日间消瘦不少。劝他节哀。是。有件事，你要替本宫查明白。娘娘吩咐。皇上为什么突然非置果亲王于死地不可？仿佛是为了些信。信？什么信？熹贵妃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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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熹贵妃安。每一封家书后面都有这么一句话：记熹。每一封都有。王爷真是牵挂娘娘，才知杀身之祸的呀。云里和玉隐的家书，只有他们才能看到。为什么皇上会有？夏邑，夏邑带着的人名为张杆处，实为谢低子呀。
专为皇上刺探前朝之事，排除异己。原来如此。锦溪，我才27岁，就有白发了。钮祜禄氏熹贵妃，今年37岁。奴婢帮您把白头发藏起来吧，免得皇上一会儿看见了要不高兴。他不高兴，是因为我会老去，而不是因为知道我的白发不是为他而生。奴婢帮您换药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福金安。坐着吧，这才刚好些。听说你下午去看朕。是。臣妾去的不凑巧，皇上去了静贵妃那儿。是朕不好，出去也没说一声。伤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好好的，走路也不看着。是小下子不小心伺候。都是臣妾自己不好。不是心痛过度所致吗？臣妾实在畏惧。臣妾从没有伤过人。你就这般介意元礼之死吗？听说皇上这几日疲累，也没睡好。不瞒你说，朕每夜梦见从前与元礼的事。朕和他是兄弟，有手足之情。可你又是为何呢？臣妾跟随皇上多年，皇上还要疑心臣妾。不是朕疑心你，不过缓缓。朕觉得你不像从前了。那皇上待臣妾之心，还如从前吗？但愿朕与你都是